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第20条，衣衫不整的赵丽颖打了那些国产剧假穷人的脸。老谋子每逢佳节总是不失手，去年推出了《满江红》和《坚如磐石》，而今年在春节档期依然如约呈上了第20条。尽管排片较少，但凭借口碑的不断发酵，这部电影已经逆袭到15亿票房，并且经历了4次逆跌。在上座率和剧情讨论度方面，它当之无愧地成为春节档的 MVP。有人赞美，也有人吐槽。影片的问题在于，比如在《绝望主妇》中，当继父侵犯女孩时，导演只拍了一个推开房间门的镜头，观众就能立即理解发生了什么，但张艺谋却偏偏选择镜头对准受害人那张悲痛欲绝的脸，这就是吐槽的原因。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当郝秀萍遭到安如娜饰演的恶霸刘文京欺负时，镜头中出现了女性的哭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碎花上衣，画面持续了长达20秒，这让一些观众感到不适，甚至开始怀疑为什么没有拍摄刘文京那张狰狞恐怖的脸。张艺谋的所有作品都呈现出这种画面，例如《悬崖之上》展示了暴力残忍，甚至《满江红》也有类似情节。赞美的观众认为第20条没有回避社会的阴暗面，像郝秀萍这样身份低微、无权无势的农村妇女，她所经历的苦难可能比电影中展现的还要多。赵丽颖扮演的郝秀萍戏份虽然不多，但可以说是最关键的角色。在演员精心演绎下，她的表演变得更加接地气，充满了形与魂。清秀的聋哑人面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穿着一件普通的蓝色外套，已经被洗得掉色、变形而松垮下来。这样的打扮生动地展现了郝秀萍的贫困状况。有人也觉得衣服稍微显得性感，因为上面的扣子没有系紧，这不太符合原先的形象设定。她在高温天气下并不像别人一样穿着短袖，而是选择了长袖并且内搭，这使得她看起来并不性感，反而显得有些局促不安。郝秀萍的住所不仅在穿搭上表现出破旧拥挤，而且到处都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可以看出这是一户贫困的农户。在如此困境下，为了给女儿治病，夫妻俩不得不陷入泥淖，最终虽然无法治好女儿的病，但家庭却面临支离破碎的局面。站在天台上的时候，郝秀萍往下看了一眼，便坚定地做出了跳楼的决定。风吹散了她的发丝，她怀着以牙还牙的信念，果断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表现出了坚毅和决绝。尽管她在物质上很贫穷，但在精神上并不是如此。即使无法提出辩解，也没有别的选择，没有金钱，她毅然决定为了女儿和丈夫跳楼。郝秀萍展现了普通女性的坚强，她既可怜却又不自怜，勇敢而无畏。张艺谋早期作品里的女性和《活着》《红高粱》等影片中的女性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都展现出了生命力，不仅表现出坚韧的一面，还揭露了内在的局限。因此有人认为第20条就像是秋菊打官司的现代版。有人质疑为何一定要选择跳楼？难道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实际上，郝秀萍的生活环境让我们看到了无权无势的弱者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她曾经信任检察官，然而当她的孩子又一次失踪后，绝望和愤怒充斥心头，于是她做出了那个令人震惊的举动。或许这也是底层人士唯一能采取的方式，通过引起轰动来为自己辩护。张艺谋的导演技巧非常高超，在电影第20条中，郝秀萍跳楼这一情节成为了剧情的转折点。一些人质疑这一情节不够真实，为什么只有在她跳下楼之后，那些村民才纷纷出来作证呢？
他们之前究竟在哪里呢？编剧的写作功力非常了得，他不仅擅长描述底层人民的软弱，还能描绘他们内在的善良本质。他的作品既真实又富有理想色彩，看似矛盾，但其实值得深思。电影博主批评郝秀萍过于美丽，与农村人的形象不符合，这也是赵丽颖在片中的角色。评论区炸开了锅，有人说，农村人不可能漂亮吗？她正是因为漂亮才遭到恶霸觊觎。在国产剧中，穷人形象通常呈现出一种平平无奇的特点，这与第20条中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就连像刘巧珍这样在路遥的人生中被描绘的宝贵如金子般的人物，在影视改编后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少女10几岁的妙龄年华瞬间消失，村花脸上抹上了黑色的粉，头上挺着一头蓬松的鸡窝头，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国产剧的封建特征，坦率地指出，当前影视剧中，人们按照地位和财富来分配颜值和道德，穷人被描绘为刻薄自私，而富人则被塑造成高尚美好的形象。消失的她这部暑期热门电影中，角色何非出身卑微，她的自私、仇富和丑恶行径贯穿始终。整部电影强调了门不当户不对和穷富人品差距的主题，却忽视了罪恶的根源——赌博。周星驰的作品中，穷人的形象又是怎样呢？观看《长江7号》，可以看到片中的他们展现出了骨气和坚韧，他们的三观正，虽然生活贫困，却志存高远。从这一角度来看，张艺谋回归现实主义题材，展现了穷人的双重面貌。他描绘了他们懦弱无能的一面，面对欺凌时不敢作为，以及他们勇敢坚强的一面。郝秀萍对女儿的爱溢于荧幕，最终选择以死亡来表达绝望，跳下悬崖。检察官的无奈也被表现了出来，他一方面要应对人际关系的复杂，另一方面还要处理家庭琐事。在开始时展现现实主义，最终以理想主义为结尾，并借助韩宁的一段讲话向观众朋友们传达，这个世界或许不完全符合理想主义者的期望，但绝对不能缺失理想主义。张艺谋近年来口碑最好的作品是《第20条》，尽管票房不及《热辣滚烫》和《飞驰人生2》，但它深刻探讨了为弱者发声的主题。也许只有回归这一擅长的题材，老谋子才能展现出自己真正的实力。